嗨，大家好。最近几天呢，虽然有骑行但是没有拍视频。原因呢，就是我买的第二个相机我指的是360相机，又不小心呢被我摔坏了镜头，所以呢我就又重新买了一个360相机今天呢刚刚到货，现在呢我就骑到村里来做一个测试。其实也没什么好测试的，就是我买的都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些拍摄的方法都应该是一样的，就没什么难度，不需要重新去做出某种调整。唯一的呢，就是确认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一切正常。然后呢，附带的这些内存卡是不是录制视频的时候不会发生问题？因为我以前买过几个内存卡，有些呢不错，但是也有一些呢不知道是我没弄清楚这些规格呢，还是在网上买的时候就这个入了一些坑。买回来以后呢，就一般的储存可以，但是它的速度并不支持你拍摄这些视频，尤其是这种全景的视频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经常会犯一些小错误，就有时候它就会突然就停了，但你过一会儿呢还可以拍。但试过几次以后呢，就感觉这个内存卡肯定就是不符合这种高速拍摄需要的。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小的，经常会上个小当入个小坑这种小事。现在我家里呢真的已经积攒了好多台拍视频的相机你比方说有大疆的 Pocket 系列的，也有 GoPro 的运动相机，当然也有这种单反的相机，但那个比较大不大方便携带。那总之呢，我用了这些相机之后就感觉 Insta360这个相机呢是真的最简单易用它就整一个傻瓜相机那样的拍摄的方法。最终呢，你拍摄到的这些素材，你可以通过在你的电脑上进行一些编辑。最终呢，你选取你想要选取的角度、景物，最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输出变成你可以使用的素材。但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手机连接 APP， 在这个编辑的过程都是耗时长久。那么有人就建议说，你可以用一个360公司出的一个叫闪存的伴侣，也就是说它对应这种相机，它对应这个手机或者是 iPad 这种电子设备呢，它就会比较快速的直接可以在这上面浏览选取你要的素材，相对会比较快捷的来编辑。那我这次呢，其实也入手了一个，就到时候试试看是不是比我想象的要快捷一些。当然这些呢都是跟买这个相机附带拉来的一些部件
现在呢，我骑行在祈福新村，应该是最靠西面的一条上坡道上啊。就我昨天还来骑过，就这条上坡道呢，应该是可以去向半山的，但是有一段路呢就不是很平整啊，所以我只是骑一段上坡道而已。这个地方呢也是我经常用来锻炼身体，就是你如果能够骑上这一段上坡道呢，实际上是要使一些劲的，就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锻炼的作用啊。如果光骑平路，应该没什么锻炼的意义。好，爬上了一个坡，现在呢准备骑下一个坡去。就刚跟大家聊到这个360相机，它是一个全景的相机，就你只要竖在那边拍，它实际上360度都可以给你收进去。你回到家里呢，只需要去截取一些你想要的那些景物啊，或者不同的角度就行。所以呢，这是我现在骑行当中或者外出携带、随手拍摄我所见所闻的那些东西的最主要的一个相机。但是呢，这个相机的缺点呢，除了刚刚我说到的，就它在编辑的时候呢特别耗费时间以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它这个相机啊，前后都是凸起的镜头，就那种鱼眼镜头一样的，也就是说呢，非常的易碎啊。当然，这也怪我自己使用不太当心，我已经摔坏了2个了，有一个呢摔得比较重啊，甚至连那个液晶板也摔坏了。我听说有些地方可以更换这些玻璃片，虽然也要有一些小的花费啊，但我就觉得等不及，干脆呢就又买了一个这样一模一样的相机，就是我现在正在架在车把上试着拍摄的这个相机。说起买这些物品，其实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像这种消耗品就经常会损坏的啊，就总是希望能够少花一些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只是骑车到处游玩一下的人，随手拍一些东西拿来分享啊。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控制一些成本。也就是说呢，我只要够用就好，不会去追求一代一代更新的新的产品。就我用的苹果的手机好多年了，虽然呢我感觉它已经不是很流畅了，但是我的基本需要呢它都能满足，所以我就觉得对我而言，新的跟旧的也没什么区别。以前呢，我在国外去住的时候啊，我买的第一台车就是二手车，而且当时买了以后呢，还被人称道说你一台日本的品牌的二手车，
价钱也合适。然后呢，他说你用了1-2年以后卖出去，应该还是可以卖钱的。这就是我对所谓的二手商品的第一次的这种经验。那后来呢，就感觉其实很多地方啊，你都会看到有人张贴自己家里一些不用的东西。那有些东西呢，真的虽然是用过的，但它的质量还很好，甚至有时候看上去成色也很新。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很多东西的话，你买来拆箱啊，就新的可能你会爱不释手，或者说呢，用起来你就会过分的谨慎，因为毕竟是你真金白银花钱去买的，而且你有可能买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位啊，因为越是新的东西呢，特别是新款的那些电子设备的价钱肯定都不便宜啊。但是呢，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尤其是自己不注意，磕磕碰碰以后，你就会觉得这玩意其实只要功能完善啊，它能用就行了嘛。你也不会再像刚入手的时候那么去宝贝它。那我觉得人都是一样，因为最终的话呢，你只希望它，比方说一个相机，它拍出的效果一如既往，那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也想明白了这个事。所以随着这些网络越来越发达，像以前我们在国外居住的时候呢，往往是去到一些大的超市，它就有一些所谓的揭示板，大家呢打印的手写的那种出售二手物品的广告，就可以随手贴在这样的公共的区域。你如果对某些东西有兴趣呢，就打电话直接咨询，价钱合适呢去买就对了。那后来呢，我就发现啊，在国外他们有一些这种专门卖二手物品的报纸，分门别类啊，其实很详细。那么都会有一些物品的照片，有介绍，有联系的电话等等吧。那么它一般来讲呢，都是一个礼拜出一回，在一个礼拜的某一天的早上，你可以第一时间呢去像 7-Eleven 这样的便利店里面去买一份这样的报纸，一般都要几块钱吧。然后呢，你就可以回家慢慢的看，甚至你可以迫不及待的就在停车场啊，就看一看你需要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有和你这个胃口的这种品牌型号，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受，或者你会觉得说，哎，这个还蛮便宜的一个价格，那你就可以打电话去联系，约好的时间呢，就直接去那边。有时候真的是可以买到你满意的一些物品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外生活的一种经验的。那其实呢，更多的时候，后来我们发现啊，就每个周末啊，你只要去到一些社区或者大马路的边上呢，你都会贴出来像这种yard sale、garage sale 这种。那有时候真的去淘一些东西，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甚至有时候东西可能买回来不见得有用，但它有一些观赏性啊，或者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一些东西，突然现在有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就人有时候会觉得买到心头好，或者说真的好像很值，就那种心理。但是呢，我说实在的，这大部分买回来的东西，如果你只是为了贪个便宜，你到最后会发现它是一些累赘，因为你平时用的并不多。然后呢，回到中国生活，那中国这边的人呢，在相当的时间里面是不喜欢用这种二手的东西的。
就问你有钱没钱，总觉得用一个人家用过的东西啊，就有点难为情，有点会被人家看低。当然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二手的东西啊，真的还是有很多坑的，因为真的确实是有人在这个里面做一些手脚，做的天花乱坠，买回家去以后用了一阵以后，发现性能上面就会有问题，甚至呢就会有一些暗病，你当时没查出来，但是等到你用的时候呢，就发现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个时候呢，你退无可退啊，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这个物品一经离手，概不负责，这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人总是在这种消费越来越高，或者说自己的收入跟这个消费啊有些不匹配的时候，它这种二手的市场呢还是会应运而生的。这就是在国内啊，现在无论是现实当中，那更多的是在网上啊，都会有一些地方让你摆放一些二手的东西啊，就根据这些描写的图片啊、说明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跟这个卖主来进行一些联系。那大家知道这个天猫啊，像淘宝基本上都是卖新东西的，那他们呢也搞了一个买二手的一个平台，叫闲鱼平台。那我觉得这闲鱼这两个词啊挺好玩的啊，你怎么理解都行。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闲鱼的物资吧，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在它设定的一个程序当中呢，大家各取所需啊，进行交易。那以前这些呢，都是小孩子们可能会比较热衷于去这种平台找一些自己想要，但是又买不起新的，结果二手这个东西也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我作为一个老头子啊，就有时候看到小孩子他们玩这东西，我觉得说，这个不就是跟我们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啊，通过各种途径去买一些二手货，而且有那么好的一个网络的平台，那我们就尝试着在上面呢也买过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啊，只要你怎么讲，就是了解人性，你根据你的社会的经验阅历，就你不能保证你不受骗嘛，但是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啊。因为其实人呢，我觉得内心还是善良的多，就有意要去欺骗别人的，那可能是比较大的那种金融交易啊，那这种保险理财产品骗局会比较多。卖一个二手的物品，还是要担着被人家骂，甚至被人家投诉，有时候平台也会做某种处理啊。就我觉得，我是认为啊，大部分人还是会按照这个自己陈述的一些内容，来把自己的物品啊做一个比较实际的描述。那么你根据这些描述，你再跟这些卖家去做一些简单的沟通。当然，你也可以看看他这个卖家的信用评分，有些人的背景等等啊，你大概可以判定，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所以呢，我第一次买这相机啊，或者以前最早是买相机都是买新的，那我觉得用了一阵子以后，跟二手的完全没有差异。那现在呢，我就会在摔烂了这个新买的相机之后，就考虑去入手一个二手的，它有时候会便宜1/3，甚至接近1/2，甚至有时候会给你搭一堆，其实你也很想要，但是呢，因为你不愿意花太多钱去买的那些配件，
那些附属的东西啊。所以像今天我现在用的这一台，就是从遥远的北方某一位卖家啊，他卖出了这么一个相机。我看他买入的记录，大概是在1年以前他买进。根据他介绍呢，他用的次数比较少，因为是个人嘛，有时候就是滑滑雪啊，偶然去玩一下，后来就闲置了，放在家里呢也觉得有些可惜啊，所以呢就想转让给有需要的人。那我刚好呢，我的第2台360相机又被我不小心摔坏了一个镜头，那正在我急需的时候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卖家，所以我就觉得倒是一个可以去咨询一下的机会啊。最后聊了以后呢，真的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实在，特别是这个卖家特别的有诚信。他当时描述的时候呢，他觉得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就看起来崭新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在交易了以后啊，就是他后来突然给我发信说，他拿出来仔细检查时候呢，还是发现了一个不太起眼的一处损伤。当然这个损伤对这个拍摄视频的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他也是因为当时他觉得他没有检查仔细，没有说了这个提前说好这些机器上的问题，他就为这个很自责，甚至呢主动就是希望减点价啊，以表达歉意。就我觉得他如果不说，我收到以后我肯定不会觉得有问题。一个呢，老实讲，我对这种成色是不是100%星，还是99星，还是95星，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最关键就2点。一个呢，就是要满足我所需要的拍摄的品质啊，就这个上面也不能有问题。你也不能在这个机器里面给它拆了、修了、换了东西，你不跟我说，那也不合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接受的价格，对吧？就我觉得已经比新的当时根据他购买的记录来讲，已经便宜了1半了。那我就觉得已经很值了。那么这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他能够跟我说实话啊，就是后来发现了些问题，但是我也没有再要求他有便宜多少。但是呢，我倒是希望说，既然是那么不错的一个卖家，那我就想着我今天收到货了以后呢，尽快的还是给人家去做一个交代啊，就是尽快的确认收货。但在确认收货之前呢，我肯定也是要试一下，对吧？就一般这种网上买呢，根据这个平台的一些规则，就是你付了钱，这个钱是到不了这个卖家手里的，除非呢你在1个礼拜左右吧，你什么也没有做，那么他就自动收这个钱。那假如说你中间提出一些疑义，大家还是有一些渠道可以交涉啊。但是我说心里话，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在买这种东西的时候跟卖家发生过任何的纠纷。那我觉得当时你买的时候你看清楚，最后反悔了，或者说有些地方你当时你了解清楚哪些功能你不要了，你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对吧？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店家你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什么之类的，而这些呢就私人交易，大家其实不是做买卖啊，是人家把一样就是说他不用的东西，然后转让给有需要的人，他也便宜了很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吧。所以呢，我一般来讲啊，就收到货以后都会及时的去做一些确认。大概再判断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跟当时这个卖家他出货的时候的承诺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不是呢，
那我就觉得并没有什么答案，那就赶紧给人家确认。这样的话呢，卖家就可以及时的，本来在一个管理的账户里头的钱呢，就可以转到了他的私人的账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趁着在这边村里啊，就是骑行，主要就测试一下这个设备，同时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后来买的一些这种物品啊，其实有不少呢，都是从这种二手的网站上面入手的，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碰到什么有意行骗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些人，我就觉得他讲话好像不是那么实在啊，或者你的感觉不是特别好，那就根本就不要继续下去就好了。大部分的卖家都还可以，所以呢，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品质上面的问题。虽然说也有买了以后发现，哎呀，就发现有个人卖的比他更便宜什么之类的，多花了几百块钱这种啊，这个倒是有。但是呢，这个只能怪自己的眼光，或者怪自己太冲动啊。你其实如果不急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多咨询几家，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只能怪自己啊，不能把责任归到别人头上去。所以总的来说呢，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就买一些这种二手的电子设备，因为老实讲，电子设备更新的非常快。你如果全新的买进来，你用的少，几年以后呢，其实真的就不值什么钱了。而且呢，即便是你买个全新的电子设备啊，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啊，它怎么说呢？这些功能啊，你并不是不能用得上，大概你也就是用其中的某一些功能而已。就大部分的钱呢，其实是你男人的，唯一的呢，可能就是你心里有种满足。我用的是最好的品牌，最新的款式，就是你这会感觉这个上面心理上有一种满足感。所以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啊。比方说，如果你是家里有车的人，你像我的车，其中一台就已经差不多10年了吧。但这个10年里面的这个新车的贬值的速度，简直让你目瞪口呆。我当时买回来的这个价格，现在同样款的，而且应该是功能更好的汽车，只有我当年买的时候的50%的价格。这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接近10年里面啊，你这个车其实已经只有原来买的大概1/3价钱了。我说的是因为你已经旧了嘛，因为人家新的也就是1半价钱而已了。可能你要卖出去的时候，你损失更大。我也是在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然你也是要用嘛，你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对吧？但是你假如去买一个人家2-3年新的，它已经掉了一次价了，那只要你了解你买来的这个二手的车况和人家使用方面啊，他跟你介绍的比较详细，保养呢也做得比较好的话，那我现在的就会比较接受去买一台这种次新车，或者说用了那么2-3年啊。当然你叫我去买个10年新的车，我觉得我肯定也是觉得不大靠谱吧，因为它可能要接近大修了，或者你买来可能就入坑了。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也是跟这些怎么说消费的一些观念的改变，以及现在更新换代非常的快，那你也必须要比较务实的去了解，就某些品牌的东西，就你到底是去追新颖的最好的那个款，还是说你根据自己的需要，你退而求其次，就只要能够让自己用的还算满意，那最终呢也可以花少一点的钱达到你同样需要的目的。这个就是今天趁着骑行啊，也是好久没在村里这样骑行闲聊了，就跟大家随意的聊聊而已啊。但是呢，我确实也听一些朋友讲过，就在国内的一些二手的网站上买东西啊，真的其实这个坑很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我买的还比较少，就没有经常去在网上做这样的交易啊。我基本上就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才会去找一些替代品，二手的。然后呢，我也只分目的啊，就不会跟人家多纠缠多废话，觉得合适的就付钱，回来以后呢就尽快的尝试着用一下，没有问题的呢就赶紧跟卖家确认收货，那倒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好像我有时候经常骑行戴帽子，就这种戴帽子呢，我基本上我也不会去洗它。那如果说正牌的，或者说那种品牌的那种新的款呢，你买一顶帽子少则几十块钱，多则100、200，但是你每天戴你要出汗嘛，你洗一次、2次这个帽子，甚至连个形态都不像样子的，对吧？再好的品牌也没什么用。那我就干脆在网上买，就我认为合适的，只要是戴在我的头上啊 ，OK 的。那他有时候我就一买一打，或者买个5顶、8顶的，所以很多人看见我骑行啊戴的都同样的帽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我这个款是一样的，戴了几天如果出汗多了我就扔掉了，我洗都不洗。那主要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便宜嘛，对吧？如果1顶10块钱，我用1个礼拜扔了，那就相当于出门坐一次地铁的钱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去洗的话还麻烦。这就是我对这些二手网站啊，其实二手网站并不完全是卖二手的东西，除了二手的一些物品以外，其实还是有很多新款的东西，有很多相对来讲价廉物美。但是如果说你要求很高的话呢，它毕竟没有什么品牌效应啊，就是有些只能说功能上面达到你的要求，但是呢没有办法满足人的虚荣心，就在这个上面呢，可能跟你买一个时尚品牌更多的钱，当然你也会戴在头上的帽子、背在身上的背包和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些物品，给你带来一种自豪感。但是于我而言呢，这些虚的东西都不需要。我们已经到了实实在在的年龄了，就是还是注重效果，注重自己需要的那个功能得以体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啰里吧嗦的就跟大家聊一聊买二手物品、网上购物。但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也够倒霉的，已经入手了第3个360相机了。我过段时间呢，还是会把我第2个
损坏严重的再去花些钱把它修好，这样我就可以有2个功能分长期的使用。好吧，这些都是一些小插曲啊，虽然花些小钱，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我觉得也无伤大雅吧。谢谢大家的跟随和关注，再见，拜拜。